好，那我们的上面2个视频已经把这个即兴的概念跟大家分析的比较清楚了。那么概念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现在来拆开啊，把这个概念拆开，如何是一步一步这样详细的进到整个这个即兴的世界里面。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说灵感是一个灵感，那么灵感就是你在心里面突然间一刹那蹦出来的一个旋律。那你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你在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夜晚啊一个人在湖边走，或者是在哪里走一走逛步啊散步的时候，心情很愉悦，突然间就会想起哼出某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灵感，好吧？那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去打底的，或者是做什么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的哼一下，比如说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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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噔噔，OK，这是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灵感跟旋律了，它带着音高，它带着整个的前后的这个节奏感。那么首先一个事情就是什么？我们就需要做什么了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，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一步一步里面，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现实上会碰到的一些障碍呢？是吧？那我说这个旋律，这是一条旋律，那么这条旋律这个灵感，那可能每个人都会有，是吧？你也可以唱一条，是不是啊？我像我刚才做的这样，那么你的心里面肯定也是有你自己的某种偶尔会出来一个东西，可是你跟我的区别在什么？有时候你缺乏了这种什么翻译的能力，是不是啊？翻译心中的灵感。那比如说我刚才这的，噔噔噔噔噔，我刚才忘记了啊，我刚才忘记了。比如说我现在兴起一个噔噔噔噔噔，这个东西你起码要把它翻译成音高吧，是不是？咪发嗦嗦来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能力要有啊。其次你还要这个，还要马上把它拍子卡出来，哒哒哒哒哒。哎，这是这个的结构，这个咪是2拍的啊，这个发是1拍的啊，这个是1拍半，类似于这个这种翻译的能力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，你需要这个翻译的能力的话，这个能力啊，就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训练。然后比如说你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如说长长的拖拍啊，咪发嗦啦，这2拍你总会吧？是不是啊？2拍总会吧？那比如说你是4分音符，咪发嗦来哆西哆来，哎，大家都会。到了8分音符就不一定大家都会了。到了16分音符呢？到了附点呢？到了连音号呢？到了前后的这个节奏的调整呢？这里面就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这个练习。当然，这个如果要拆开的话就非常细了。今天是讲概论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是什么，我们碰到什么难题，我们碰到了这个心中有这个灵感，那怎么样100%的把这个灵感全部给破解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是第一步。你在面临着这个破解的时候，你面临着什么困难？明白吧 ？OK，这是第一步，我们要知道，第一步就是把心中的灵感这个旋律翻译成什么？翻译成这个一条一条的旋律的线，翻译成这个歌谱或翻译成简谱这样子，咪发嗦嗦来 OK， 你有了这步能力，你就具备了即兴基础，明白吧？而不是说你即兴给你一个和弦，我说了你就瞎弹噔噔噔噔噔，那是不对的，不对。好，到这个之后，然后我们才会联系到和弦。那么有了这个旋律之后，我们要怎么弹呢？在钢琴上我们需要具备什么能力？我们谱子是写出来了，但是比如说我刚才哼出来的，哒哒哒哒哒，我还要在钢琴上面把它弹出来，对不对 ？OK，我把钢琴上面弹出来，那弹出来是不是需要一个从这个嘴巴到钢琴，是不是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？明白吗？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什么？需要一个实际的练习才能达到这个过程。从你的心里面这个旋律，以及就是眼睛所看到这个简谱，或者说心里面的眼睛所看到的心里面的这个简谱，如何把它放到这个手上？咪发嗦嗦来 ，OK，你要具备这个破解能力。那起码你要熟悉什么？你要熟悉这个咪发嗦嗦来在哪个位置，对不对？你要熟悉它的音阶吧。那同时还要面临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我现在出来咪发嗦嗦来，如果我起高了呢？比如说我起低了，或者说咪发嗦嗦来，哎，我要找这个就找到
哎，我找到是什么？哎，它在这么高，原来它变到什么了？它变到 F 调了，哆来咪发嗦咪发嗦嗦来，并不是刚才弹的 D 调了。咪发嗦嗦来，刚才一开始是高的。发嗦嗦来，刚才是咪发嗦嗦来。你在这边又碰到一个困难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这个音高具体有多高，或者说你心里面出来那个旋律，你哼也哼出来了，哎，怎么发现就是没有办法在钢琴上面给它破解出来？这里面就需要一个音高，需要耳朵开始介入这个整个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。你的耳朵开始要校对这个音高，然后校对音高的时候，你的手必须要熟悉12个调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出来的音高只有12个调里面的某一个，那你就要跟它对齐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对啊，哎，它可能是 C 调的，它可能是 F 调，它可能是 G 调，那哪一个调你不熟，你能弹什么东西出来呢？你什么都弹不了。那么这是第二个事情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你就要开始在你的乐器上面完成什么？不管你是吉他或者是钢琴，其实这些概念都是一样的。你懂了钢琴，你就会弹吉他；你懂了吉他，会弹钢琴。你在这个乐器上面，你就要开始什么？熟悉所有的调，你才具备这个真正的即兴的能力。因为即兴是灵感，你心里出来的音高它是不固定的，它是浮动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破解这个过程，你只能是全盘的练习12个调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即兴的这个一开始入门其实是难的，所以有大量枯燥的什么练习。那么我们先在这个地方，我已经讲了多少分钟了？已经讲了六分多钟了，所以这个主题要掐断了。所以那么这节课的这个导论里面，我先说到第一步，我们说具体的旋律我们会面临到什么的困难？第一个是我把心里哼的东西，在脑子里面把它给变成一个简谱，变成歌谱。这个内饰的歌谱这种能力，其实是对普通人来说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具有的。而且你不是说哦，我会啊，老师我会，你就是咪发嗦嗦来嘛，我写个咪发嗦嗦来我也会。问题是你要从这个会的这个地方，你要掐住它的拍子，要掐住它的16分，掐住它的附点，掐住它的切分，掐住它的连音号，掐住它的休止符。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才能掌握它，明白吧？有些人会，你其实就是会个轮廓，你就是会个大概，你是大概会，大概会跟精确会是不一样的，好吧？那么这是第一个事情，我要心里翻译它的旋律，哦，这是我的第一步，我的听力，我的内听力已经建立起来了。OK，第二步，我要把这个内听力跟外听力结合，跟耳朵结合。我会了，我嘴巴里也哼出来了，嘴巴里哼出来了，我到钢琴上面我12个调，我不知道上去哪个调是，我就需要12个调，不停的去调试它，我12个调的音阶就要来回练，起码音阶要会了吧？那我实际上我就开始，哎，我既然我要解决这个难题，我就要去会12个调，这就是我们在心里面，发现自己碰到了什么问题，然后我要解决什么问题，明白吗？那么所以就是说，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钢琴即兴秘密这本书啊？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在练琴的时候，或者说我自己在实际上在某些场景遇到困难，碰到情景，碰到什么呢？碰到瓶颈，我发现这个东西解决不了，然后我就思考怎么去解决呢？这个问题也是这样，就是这样需要一步一步去解决。所以现在就是我其实是把我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啊告诉大家，其实你们也可以多多的思考，知道吧？即兴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一股脑的给你塞理论了，而且就是你应该就是我这样讲解之后，你应该就是取得某种共鸣，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，你要解决什么，你面临的难题是什么，好吧？今天先讲到这，也就是讲到了这个整个即兴概念的这个最底层的这个灵感的旋律，他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，他要解决如何去解决，好吧？那然后下一期课程再见啊。